谁让你这样冲洗发动机的？待会发动机都给你搞报废了呀！可是我看人家都你赶紧先停了。可是我看人家都这么洗的呀。你看谁这么洗的啊？首先第一个，发动机高温的状态下不能用高压水枪冲洗的，你冲洗了之后，轻则会出现油封渗油，严重的发动机缸体会破裂的。如果发动机缸体破裂，你发动机就报废了呀。可是我不知道。第二个，发动机舱有行车电脑、保险和火花塞很多的传感器，一旦进水了，它会短路，甚至烧坏行车电脑的呀。可是新车出厂不都有防水处理的吗？那是新车，现在已经开了好几年，它很多的线路接口它会老化损坏，那这个水是不是容易进去了？进去之后它就会出现短路，烧坏行车电脑，你是麻烦了呀。那我这么脏，我总得洗吧？洗也要让师傅专业的去给你精洗，不是用高压水枪冲洗的呀。那师傅挺忙的嘛，但是我也想省点钱。省钱不是这样省的呀。怎么又被贴罚单了？留个刀吧，你磨磨唧的，我昨天才交的罚款。你慌什么呢？我教你一招，既不用罚款，也不用扣分。首先打开交管11123，首页里面找到违章，点开之后就会有你的违章信息，你勾选一下，就会弹出一个窗口，然后你再点进去，它会让你观看一个30秒的视频，看完之后你的处理方法就变成警告了，既不用罚款，也不用扣分。那我前几天扣了分怎么办？我再教你一招嘛，同样打开交管11123，里面学法减分，一共20道题，答对18道题能加1分，1年能加6分，相当于我们驾驶证有18分了。怎么样，帮你们省钱了吗？哎，刘哥，他怎么插队啊？这个人应该想蹭我们 ETC， 想我们付钱他跑高速。不是你直接撞上去啊，他变到他责任啊！你别冲动，要注意安全。待会下高速我教你怎样让他面临巨额罚款还上不了高速。ETC 的交易距离是8米，在你进入识别区之前，突然有人插队想蹭你的 ETC， 直接把那个卡拔掉，走人工处理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没反应过来，被人家蹭成功了，也别慌，你直接换一个车道走人工车道，你的车辆信息就会被自动取消了。哪怕他上了高速 ，ETC 也会因为没有他的车辆信息而导致他下不了高速的。那如果他下了高速还蹭别人的 ETC 该怎么办呢？我再教你第二个方法，如果下高速被蹭了，直接跟收费人员说明情况，这样就不会花冤枉钱了。同时一定要记住对方的车牌号码，然后拨打12122把情况讲清楚。经过核实，确实被蹭了 ETC， 他们会按照高速最远的距离收费，多次在案的将会被永久禁止上高速。兄弟们，把这个视频收藏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可不能你们花了钱，别人钻了空子。你们能猜到这个小护栏有多贵吗？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不小心撞了几节护栏，本来以为几百块钱的事情，结果是3600块钱一节，6节赔了21000多块钱。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马路上那些你赔不起的交通设施有多贵，把这个视频收藏转发给身边开车的朋友。就这个路牌一个4000起步，如果不小心撞了一个路灯，一根是15000，路边的这个树要1万多，也不知道是维护成本高还是什么原因。如果撞了红绿灯或者公交站牌，随便也得好几万了，而且上不封顶。如果你不小心造成交通设施的损坏，千万不要擅自离场，因为这样会定性为肇事逃逸，保险公司不赔的。应该先打122，再打保险公司电话。交强险和商业险会负责大部分的赔偿的。兄弟们，你们当地的路灯多少钱一根知道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你自己看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我出大事了！这我车不会被拖走吧？你先别慌，大家把我这个视频看完，也许你的车贷就不用还了。来，你看啊，这里藏了一个定位器。你当初贷款买车的时候，人家金融公司怕你跑路了，所以在车上装了好几个定位。如果他们没有明确的告诉你安装的位置装了多少个，那他们就违法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他给我装了多少个啊？很简单，我教你。我们从地上抓起一把土，然后均匀的撒在车身的每一个位置，出现这种标志，就说明这里有定位器。你看这里又有一个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钢镚来检查，当它不断靠近车身，如果在哪里被吸住了，说明这个位置是有定位器的。赶紧回去查一下你车上有没有藏定位。美女，你10公里路你车怎么推过来的呀？我这车刹车坏掉了，我怎么敢开啊？我只能喊人帮忙给我一起推过来。你别急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好。你这个 ABS 故障灯亮了。ABS 什么东西啊？它这个故障码显示是右后轮速传感器坏了。啊，这个我也不懂，这修一下不会要好几万吧？我是你粉丝哎。不会的，100多块钱就够了。啊，那行，那你给我修一下。好。冥冥中給我輕輕感應這共振，於一夜陣陣停落的秒針，如情浪都發生，無緣如共，到夢想陷入笨重。這個就是輪速傳感器，我這個粉絲是因為車停了半年沒開，所以才壞的。如果說長時間停放着不開，會電瓶虧電，各種電子元件的損壞。還有就是，如果你的 ABS 故障燈突然亮了，千萬不要慌，因為剎車是有的，它只是 ABS 不介入，在濕滑路面剎不住，你及時維修處理就好了。刘哥，你在銀行賺了20多萬，你怎麼賺的？不是賺了，我把房貸提前還了，省了20多萬。房貸還能提
提前还？肯定的呀，很多人都是30年的房贷，还款方式不对要亏几十万，选对方法能省几十万呢。把这个视频收藏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肯定用得到。如果你手上有一笔钱，你想提前还房贷，这个时候呢，银行会给你2种选择。第一种，月供逐渐减少，还款年限不变；第二种，月供不变，还款年限缩短。这有什么区别嘞？区别大了，应该选第二种。为什么？很多人像他一样不知道怎么选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我贷款100万，按揭30年，已经还了2年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手上刚好有10万块钱闲钱，想提前还款。如果选择月供减少，年限不变，能省8万多的利息。但是我选择第二种，月供不变，年限缩短，我省了24万多，相同的还款金额是不是省太多了？那如果银行他刁难我，他不让我用第二种怎么办？那你打12378投诉他们呢？还有就是，如果你真缺钱了，也可以把这个钱贷出来，年化你可以低到3.5%的，懂了吧？兄弟们学会了吗？你先别拍好不好？我就要拍，你是不是把保险公司理赔给我钱拖人？老实说，没有的事情，你把手机先放下来。我不放，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没有退你的钱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种情况出了事故，保险公司不赔的，你要自己掏钱的。我跟你说过的呀。你懂不懂？新车6年免检，我这个车6年之内的，出了事故凭什么我自己掏钱？新车是6年免检，它只是不用上检测站检测，每2年需要申请年检标的。你2年多没有申请年检标，你都超了很长时间了，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肯定不赔的呀。那这我又不懂，我干工程老板，手底下管好几百号员工，没有时间领年检标呀。手机上可以操作申领的呀。那这怎么操作啊？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申领年检标的，直接在手机上打开交管12123，点击更多，在机动车业务里面选择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，选择车辆，然后按照要求把保单上传，这样就会生成一个电子年检标。有了电子年检标，就不用贴纸质年检标了。兄弟们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收藏。哎，这什么声音啊？有个石子飞到你玻璃上了，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。干嘛？我这车壳玻璃怎么干破了？我要打电话报保险啊！这。你这样报保险，明年保费会上涨的。我叫你不花1分钱把玻璃修好。兄弟们，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第一时间拨打122进行备案。第二个，拨打事故发生地的路政电话，告诉他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我朋友下午3点多在北路中段有一个石子飞到他玻璃上，把玻璃干破了。哎，对。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，要在事故发生地的交警队开出一份事故证明，并且在证明上一定要备注清楚是因为道路遗撒物导致车辆损失。最后拿着你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维修发票、事故证明，去事故发生地的路政开具一份赔偿协议领款申请，然后把你的身份证、银行卡信息留给他们，15个工作日之内，他们会把这个赔偿款打到你卡上的。兄弟们，如果因为道路问题导致你玻璃破裂、轮胎爆胎或者车辆其他零部件的受损，都可以用这一招来获得赔偿的。你们学会了吗？看到那个摄像头了吗？10个就9个车被罚款扣分，拍的就是3分200块。今天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不同的摄像头都有什么样的作用，一定要点赞收藏，能帮你省很多钱的。我们先来看那个长方形盒子加上方形闪光灯，它是用来抓拍压线、闯红灯和不系安全带的。第二个长方形盒子加上喇叭型雷达，它是用来测速的，超速20%以上就会被扣分罚款。第三个，这是人行横道旁边的摄像头，它是用来抓拍未礼让行人的，不管你是直行还是右转弯，如果没有停车让行，同样是3分200块。第四个，上面黑色球形摄像头是天网抓坏人的。第五个，高速上长方形箱子，它是用来抓超速的。第六个，上面球形摄像头，它是用来抓拍违章停车的，拍到就是3分200块。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违停被拍到过？评论区告诉我。看到这个标志了吗？我敢说100个人有99个人会弄错，弄错了就是罚款200。这是什么标志？有没有谁认识的？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，能帮你省很多钱的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标志，它是右侧通行，如果上面红色三角在左边，那就是左侧通行，千万别搞混了，弄错了就是3分200块。这个白底红边它是礼让行人，如果是黄色标志它是注意行人。最后这个标志它代表的是箭头方向禁止停车，千万不要去尝试。看到那个摄像头了吗？只要你敢停，它就敢扣。兄弟们，你们还有哪些标志不认识的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你们知道加满油有多大的危害吗？弄不好损失几千块，甚至出大事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了。你把这个视频看完就知道了。我这里刚好有个油箱，这个粗的管子是用来加油的加油管，这个管子它是用来排气的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加油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气体产生，如果不能正常排气，油是加不进来的。它是直接连接外面排气孔的，如果油加的太满了，汽油会从这个排气孔漏出来。假如是夏天高温，就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引起火灾，而且很容易损坏碳罐电子阀。我老婆都不给我零花钱，哪有钱加油啊？我每次都是亮黄灯才加油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那问题大了。这个是油位传感器，也叫油符子，油表多少就靠它来显示的。这里面是汽油泵，汽油泵的作用是把汽油抽到发动机里面来，就像水泵抽水一样，它是需要浸泡在油箱里面散热的。如果经常亮黄灯再加油，油位太低了，很容易烧坏汽油泵。好的车都有几千块，得不偿失呢。到底加多少油合适啊？跳枪就可以了呀。跳枪不是加满了？跳枪不等于加满。兄弟们，你们每次加油加多少？评论区告诉我。
你车里面都是水呀。是啊，每次外面下大雨，我车里就会下小雨。你怎么穿雨衣开车过来的？我刚才来的路上下了大雨，不穿雨根本没法开车，你赶紧帮我修修。别急，我马上给你检查一下。看到了吗？这里都湿了，应该是天窗排水孔堵了，所以水就流下来了。啊，那我车不成泡水车了？那不至于，车上有几个排水孔，一定要定期清理的，不然你的车真的成了水泡车了。什么排水孔？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啊。我帮你疏通嘛。天窗的4个角都有一个排水孔，你看啊，这里这么多水都排不出去，说明是排水孔堵了。拿一个铜丝把4个排水孔都疏通一遍就好了。车门里面有很多积水的，车门上面有2个排水孔，你看一下啊。同样的方法，你用这个铜丝把这个排水孔疏通一遍就可以了。油箱的排水孔一定要定期清理，不然你水进到油箱里面，发动机就报废了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后备箱也有排水孔的，这4个就是排水孔。如果下大雨呢，把这个橡胶垫拿掉，雨水就不会流里面了。兄弟们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收藏。哎，你把实习标志贴这里啊，这样会罚款200的呀。哎呦，来不及了，天哪，得抖音，我急着上高速回老家相亲呢。你实习期上高速，如果发生事故也要负全责，你懂吧？下来。不是，我在驾校学了2年多，技术可好了。你下来。很多新手司机像他一样不懂，弄不好就吃大亏了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新手实习期内千万不能做的这几件事。第一个，在实习期内不能驾驶出租车、网约车或者其他营运车辆。第二个，实习期内不允许独自一个人开车上高速。如果真要上高速的话，必须有一个3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才可以的。我都拿驾驶证3个月了，不需要人陪没关系的吧？拿驾驶证1年之内都属于实习期的呀。第三个，在实习期内必须在车辆后方明显的位置贴上实习标志，不然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的。最后很重要的一点，在实习期内驾驶证最多只能扣11分，如果被记满了12分，实习期驾驶证会被注销的。兄弟们学会了吗？把这个视频收藏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一定用得上。你买个新车 CarPlay 都不会用啊，你车白买了呀？科目3也没教我这个呀。人家科目3教你这个干嘛呢？我教你，汽车的 CarPlay 功能就是把手机上的软件功能投屏到中控大屏上。比方说你要导航去哪里，直接连接到大屏上，这样就不用看手机了，可以确保行车的安全。那么 CarPlay 如何正确连接呢？首先打开多媒体，找到管理移动设备，点开设置，确认一下蓝牙和 CarPlay 是否打开，然后找到连接新设备，点开 CarPlay， 点确定，然后打开我们的手机蓝牙，搜索汽车的 CarPlay， 选择连接，点击匹配，然后选择云属，这样就连接成功了。兄弟们现在知道车载 CarPlay 怎么连接的吗？什么？你花2万块钱让我把你音响拆了改装音响？对啊，我学音乐的，这音质实在是太差了，简直是侮辱我的耳朵。你这个车在质保期范围之内，如果音响拆了，厂家不给你提供质保的。你是不是嫌钱赚少了呀？那我就给你加2000，你给我换一个什么哈曼卡顿的。没必要的，我叫你们不花1分钱，让你音响音质翻倍。先打开汽车设置，找到音效设置，调节里面的均衡器，31赫兹加2 ，63赫兹加4 ，125赫兹减5 ，250赫兹加3 ，500赫兹加4 ，1000赫兹减3 ，2000赫兹加2 ，4000赫兹加4 ，8000赫兹减6 ，16000赫兹加3。你听听音效，这样调了之后是不是高音通透、中音饱满、低音浑厚？还真是的。兄弟们学会了吗？赶紧去试试。你们知道加满油有多大的危害吗？弄不好损失几千块，甚至出大事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了。你把这个视频看完就知道了。我这里刚好有个油箱，这个粗的管子是用来加油的加油管，这个管子它是用来排气的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加油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气体产生，如果不能正常排气，油是加不进来的。它是直接连接外面排气孔的，如果油加的太满了，汽油会从这个排气孔漏出来。假如是夏天高温，就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引起火灾，而且很容易损坏碳罐电子阀。我老婆都不给我零花钱，哪有钱加油啊？我每次都是2黄豆才加油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那问题大了，这个是油位传感器，也叫油符子，油表多少就靠它来显示的。这里面是汽油泵，汽油泵的作用是把汽油抽到发动机里面来，就像水泵抽水一样，它是需要浸泡在油箱里面散热的。如果经常亮黄灯再加油，油位太低了，很容易烧坏汽油泵。好的车都有几千块，得不偿失呢。到底加多少油合适啊？跳枪就可以了呀。跳枪不就加满了？跳枪不等于加满。兄弟们，你们每次加油加多少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车停路边要交停车费呢？我们加油的时候养路费是包含在油价里面的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车停在交了养路费的路边，它还要收停车费呢？而且收费还不便宜，30分钟以上1小时要4块钱。大家可以算一下啊，如果你的车在这里停一天，要收多少钱呢？像这种公共道路的停车位应该属于公共资源，如果要收钱的话，也是路政公司收的。但是我们在扫码付款的时候，为什么上面显示的是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呢？你要收费也可以，但是车辆安全你要负责吧。现在我车在这里被刮了，那我问你啊，收费公司你们负责吗？我车一开走，收费短信就来了，如果逾期不交还要交罚款的，这合理吗？我没有其他意思啊，只是觉得这是人民的资源，为什么能拿去挣钱呢？收费还这么高，我觉得嘛，路边停车就不应该收钱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停，别撞上了呀！
不是美女，你怎么倒的车？你差点撞我车了呀！不是你吵什么吵呀？你都吓到我了。你还怪我啊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前后都有车，中间空位这么小，我怎么停得进去啊？这么大应该一把方向就能倒进来的呀！你一个老头子口气倒不小，我驾校学3年了，我都停不进去。你要是能一把停进去，我叫你大爷！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还不会侧方停车的兄弟们，记得点赞收藏，一定用得上。先把车平行往前开，当右边的车耳朵和前车的左耳朵对齐的时候，方向盘向右打满，再往后倒。当我们在左后视镜中能看到后面车的右侧车灯时，把方向盘回正，接着往后倒。最后关键的一步，当我们看到左边后面车能压到车位线的时候，把方向盘向左打满，再往后倒。车停好，再把方向盘回正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的？谢谢你啊，老头。不是，你刚才不是说把我叫什么？哦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车窗后面关呢？啊，停！不是美女，你怎么倒的车？差点撞我车上了呀！这不还没撞上吗？你吼什么吼呢？啊，吼得我现在手都发抖。你的方向打错了，不是这么倒的呀！我这方向怎么了？那又不是你来啊！你要倒进去，我把车给吃了。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倒车入库很简单的，赶紧挨着你身边不会倒车的朋友，记住这3句话，保你一把劲。首先把车顺着车位线平行往前开，当车耳朵和旁边的库位线对齐的时候，把方向盘向左打满，继续往前开。接着看右边的后视镜，当右边的后视镜能看到车位库角的时候，把方向盘向右打满，往后倒车。当车子和旁边车平行的时候，方向盘回正，继续往后倒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这讲太复杂，我没搞懂。你不是说把车吃了吗？哎呀，出来混，你长点脑子行不行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兄弟们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收藏。这么一块砖竟然要2000块钱，你敢相信吗？前几天我一个亲戚为了躲避逆行的行人，不小心撞了6块这样的砖，竟然赔了12000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马路上那些公共设施到底有多贵。就像这种护栏3600块钱一节，如果不小心撞了就是一大片，光人工费就是好几万呢。看着那个路灯嘛，一根就要15000了。路边的这个树要1万多一棵，也不知道是维护成本高还是什么原因了。路边的指示牌，你别看它小一块要4000起步了，如果不小心撞了红绿灯或者公交站牌，随便也得好几万了，而且上不封顶。如果大家不小心撞了马路边的公共设施，千万不要擅自离场。你走了，就算肇事逃逸，保险公司是不赔的。正确的做法是先报交警，再报保险公司，这样你的交强险、商业险会承担大部分的赔偿了。对了，听说景德镇的路灯很贵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你当地的路灯多少钱一根吗？如果你开车在高速上行驶，突然撞上小动物，你是踩急刹车还是直接撞上去呢？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把这个视频认真看完，关键的时刻能救你一命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新手司机都会猛打方向盘去躲避，但如果你的车速超过100码，车辆很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侧翻的风险，后果非常的严重。因为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只要动一点点，车辆摆动的幅度会非常大。还有一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，如果你的车速高于100码，踩急刹车的话，后面的车辆很有可能是因为来不及躲闪发生追尾，甚至是连环追尾，更危险了。那么到底怎样应对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呢？正确的方法是握紧方向盘，适度踩刹车，选择与前面的小动物相撞。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做法非常的残忍，但是对于新手司机来说，这样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以及车内乘客的安全，同时避免连环事故的发生。兄弟们，如果你同意我说的，把这个视频收藏转发给身边的亲人朋友，避免发生事故。你们还有没有好的方法？评论区说说看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2024年车辆年检放宽了，这个政策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记不住的赶紧点赞收藏。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以前是6年内的车免检了，现在是10年以内的车也不需要上检测线的。打比方说，如果你的车是2016年上牌的，也不需要上检测线的。那有些不懂的人可能就找黄牛了，黄牛其实他就带你兜一圈，然后问你要钱，你自己动手不花1分钱的，直接登录交管12123，然后在上面申请一个电子版的年检标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车不在你名下，放在别人名下的，你直接拿着身份证、行驶证去车管所领个年检标就好了，也是不收钱的。而且现在纸质的年检标是不需要贴在挡风玻璃这里的。现在10年以内的车呢是2年一检，10年以上的车呢是1年一检，哪怕15年以上的车也是1年一检了。以上这些新规只针对9吨以下的私家车了，像面包车发生过重大事故的车都不在范围内了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不在免检范围内的呢？评论区说说看。汽车的 CarPlay 功能你都不会用啊？你几十万的新车白买了呀？我感觉99%的人他都不会用。再说科目3也没教这个呀。人家科目3教你这个干嘛？我教你好了。汽车的 CarPlay 功能呢，是把你手机上的软件功能投屏到中控大屏上，这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不用看手机，确保行车的安全了。而且很多中控屏上的这个软件它是收费的，你投屏上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免费使用手机上的软件功能了。操作起来很简单的，在通用里面找到 CarPlay 车载功能，然后长按方向盘的语音键，根据手机上面的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你看啊，手机上的软件功能投屏到大屏上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？你这隐私都没有了呀。再教你一招好了，你直接打开自定义，如果说你不希望哪些软件投放在大屏上，你直接移除掉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兄弟们学会了吗？
后台有粉丝问我月收入多少才养得起这样一台宝马5系呢？今天我就给大家算一本账啊。如果说你每年行驶2万公里左右，这个车的平均油耗大约在10个了，1公里的油耗算下来的话，基本上在9毛了。那一年的油耗是不是1万8了？保险的话就算8000左右了。如果说你一年保养2次，那一次1000，加上洗车的费用4000随便要了，一年总的养车用车成本算下来的话，基本上在3万左右了。平均分担下来的话，你一个月是不是要2500了？如果你是全款的话，压力还没那么大。如果你是分期的话，那像这个车，比方说贷款20万，你一个月月供随随便便也得7000左右了，加上养车用车2500，是不是9500了？在你没有房贷的情况下呢，你家庭开支、人情世故有的吧？大家可以算一下啊，你每个月挣多少才养得起这样一台宝马5系呢？所以说建议大家买车一定要理性消费。现在做二手车太难了，我们上半年收来的车现在只卖扣5的价格，兄弟们这是扣7啊！19年1月份上牌的，当时新车搞好59万，2.0T 7座的，车主足足亏了40万，那我们没卖掉也要亏啊。它跟宝马 X5 G21 是同一个级别的，19年的宝马 X5 随便要卖30多万了， G21 也要卖27、8万了，这个奥迪扣7才卖19万了，兄弟们太便宜了，而且是一手车，公里数少，才跑5万多公里。这么好的车为什么没人要呢？新车你可以选一个保值的车型，但是二手车一定要买一个冷门车。你看啊，像这个玛莎拉蒂莱万特，当时新车搞好100万了，才开了几年，现在只卖30万，原车主足足亏了70万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莱万特这个车型它不好开，换挡顿挫不舒服，但是它非常有格调上档次啊。如果你花30万去买一个同级别的宝马 X5， 开出去跟这个档次是没法比的，哪怕你开一个卡宴，也不一定有它帅。因为卡宴本身是定位一个商务和家用兼顾的车型，而这个玛莎拉蒂莱万特呢，它是专门适合年轻人开的。你们觉得帅不帅？保时捷的敞篷车以后真的不能收了，这一台车我亏大了，上半年26万收的，本来想着能卖个27万5赚一点点，谁知道放了半年没卖掉，现在26万都没人要了。你看啊，这么好看的颜色，公里数又不多，才跑了11万公里，这么好的车，车况又不错，哪怕我现在亏1万25万，年前有人要，我马上就出了。就怕再放下去啊！如果等到过完年，那明年我又亏更多了啊！以前呢是成功男人开路虎，现在是谁都买得起一台路虎。你看啊，这个17年的路虎揽胜运动版的，现在只卖27万多，什么概念呢？这个车呢17年上牌的，当时原车主搞好92万多了。因为现在新车优惠10几万，所以二手车便宜。但是二手的 A6 5系也要卖20多万吧？这个路虎揽胜运动版的也只卖27万。我们可以想一下啊。你同样开这个路虎揽胜运动版出去，是不是比 A6 比5系档次高多了？这一台车跟你便宜10万，你敢不敢要？我这一台22年的宝马530报价29万的，昨天有个粉丝非要我19万卖给他。每个人都希望买车便宜，这个我非常理解。你说你砍价砍个1万2万没问题啊，但是我这个原版原漆的，你不能一下子给我砍10万的呀。他说19万能买到我这样同年份的22年的530，人家不可能一下子亏10万卖的呀。要么就是抵押车过不了户的，要么就是泡水车。我们要永远相信一个道理，永远只有错买的，没有错卖的。二手车呢都有一个行情价，就像这个22年的530，精品车卖什么价，小事故的卖什么价，对不对？远低于行情价的一定是有套路的呀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哥你看啊，就是从昨天到现在，你看这一天下来，你感觉我也没有玩任何套路。兄弟，说实话，从昨天记住到今天，你为我累了都那么多。什么东西都为我精挑细选，什么东西该省的，好多东西都给他省，心里省。我下次我真的有亲戚朋友什么的，第一个联系。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，就是我觉得我真诚的对待你就好，别的就我们先回用车愉快啊。兄弟们，像这种车买到就是赚到了。这一台奔驰 S320， 当时新车搞好96万，现在只卖38万了。原车主升级了迈巴赫的套件，迈巴赫的轮毂，而且呢，这个车呢是全程4S店保养，实际公里数少，只跑了11万公里。奔驰 S 级的内饰非常的豪华上档次，中控连体大屏，柏林之声音响，配置优高，既适合家用又适合商务。这么好的车比新车省了50-60万了，那买到不就是赚到了吗？年轻人的第一台车应该选什么车呢？如果说你刚刚毕业，手里又没什么钱，又想体验一下跑车，这一台福特野马一定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个车当时新车搞好40多万了，现在只要11万了，
2.3T 的动力，314匹马力，100公里加速5.3秒了。15年上牌的，你别看它年份有点老，但是它外面贴的这个蓝色的膜真的很帅，红色内饰保养的非常的好。因为这个车呢是原车主一手开下来的，公里数不多，才跑了10万公里。如果说这种车你拿回去你开几年不要的，你再卖掉的话，也亏不了多少嘛。你们说这个车帅不帅？当年新车高考46万的牧马人，现在只卖13万了，怎么样？没错，就这个牧马人，真正的硬派越野车，它可以带你去爬山涉水，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这个车呢，14年上牌的，跑了10万公里，虽然年份有点老，但是没有任何事故，零出险的，而且原车主加装了保险杠，换了4个轮胎，都花了好几万了。这种车呢，拿到手就直接开好了。如果说你刚好选一个10几万的硬派越野车，车况好的，这个牧马人一定是不错的选择。很多人说电车不能买，但是二手电车到底能不能买呢？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一台24年的极氪001，当时新车指导价32.9的那一款。原车主花了2万5选装了运动套件，1万6的天幕，新车搞好38万了，才开了9000公里，现在只卖24万，亏一半了。而且它这个颜色呢非常的帅气，整个内饰磨损非常少，内饰就像新车一样。你们说这样的二手车是不是非常的划算？都说奥迪烧机油，那么奥迪 A6L 到底能不能买呢？它05年国产上市以来，现在已经是第8代车型了 ，C8 了。它 2.0T 的 3.0T 呢确实烧机油，但是第7代的 2.5V6 的发动机几乎不烧机油。这一台就是 2.5V6 的，17年上牌的，当时新车搞好40多万，现在只卖16万了，而且是一手车，10几公里数少，才跑了8万公里，内饰保养非常好。像这种车的话，你随便拿在手里开个5年8年没问题的。如果说你只想花个10几万买个奥迪 A6L 呢，这个车呢一定不错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哪怕你月收入6000，你都买得起凯迪拉克，你信吗？因为二手车便宜啊。来，你看啊，这个 CT5 2.0T 的动力，10AT 的变速箱，全车原版，没有任何事故，双天窗 BOSS 音响，该有的配置应有尽有。因为这种车呢，它不保值，所以二手的 CT5 车况好的非常值得推荐，尤其适合年轻人，因为它颜值和动力都非常优秀啊。买二手车什么时候最便宜？如果说你想买一台车回家过年，这个时候买车便宜吗？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台20年的保时捷马看，现在要卖28万了。这是一台17年的保时捷马看，现在要卖18万多了。这是一台21年的凯迪拉克 CT5，现在也卖16万多了。如果说你不是刚需用车，不是急着要用车，那为什么不等过完年再买呢？这个车的话，过完年最少要便宜1万多了。像那2台保时捷，过完年至少要便宜1万5到2万了。因为过完年就是明年的行情了，能省1万是1万，大家挣钱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买车便宜吗？评论区说说看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新车才开了9000公里就要卖掉呢？这个宝马530 24年5月份上牌的，才几个月时间，车主足足亏了10万了，是不喜欢还是什么原因呢？也不至于啊。你看这个24年改款的530，前脸运动霸气，内饰几乎没有什么磨损，而且是中控连体大屏。可能有人会说车会不会有事故呢？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，这个车呢刚刚检测的没有任何事故，而且是原版原漆的。那这么好的车为什么要卖呢？难道是任性换车？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消费，哪怕你昨天买的车今天要卖的话，你还在亏很多啊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正因为是保值便宜，而且它的划算。如果说你想考一台车况非常好的、价格实惠的电车，这个极氪001你可以看看。有粉丝问我，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
引擎音响，黄金万两， 16年的小姐姐，挂档起步，年年保护，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 我们展厅里面现车有600多台，每一台都经过第三方检测，车况透明的。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如果你想买一台车况好的，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车门一关，一路平安；引擎一响，黄金万两；挂档起步，年年暴富；手刹一松，一路顺风。 后台有粉丝问我5万的家用越野车怎么选？可能有人会说选一个长安 CS35，也有人会说选一个瑞虎5X。不是说自主品牌不好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本田缤智更适合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它 1.5 的动力 ，CVT 的变速箱，质量稳定，毛病少，省油省心，只需要保养就好了。这个呢是17年上牌的，你拿回家随便再开个5年8年没问题的。 本田缤智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空间比较大，家用足够了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车型。如果说你拿回去开5年，你再卖的话，随随便便还能卖个2万左右了。所以说呢，5万左右的家用越野车，这个本田缤智一定是不错的选择。现在8万就能买宝马敞篷，没办法，不值钱了呀。来，你看啊，这个218敞篷8万多一点点，这个428硬领敞篷12万多一点点，那个420硬领敞篷13万多一点点，而且公里数非常少，才跑了9万多公里呢。 现在很便宜，但是当年新车搞好60万了，不说当年了，当年一台桑塔纳都要17、18万了。如果说以前没有体验过 BBA 的兄弟们，花个10几万就能选一个车况好的，哪怕你开几年卖掉也亏不了多少嘛，对不对？